提早测量上厕所，把耽误所有人时间，你知道吗？就你不要用中文和英文跟我讲话。我们不丢人，你丢人啊！丢人不只是今天这一天，我警告你啊！中国大妈在澳大利亚海关乱扔自己血，海关人员对此种行为表示不理解。2年前才能学好，你知道吧？咱都不吵了，咱都不吵了。爸爸，小孩，我小孩怎么的？我小孩，我又凭什么我就得给你让喝呀？别动手！别动！你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对啊，这个很好看吗？不好意思，这是工作。我要吐口水，离我远点！我要吐口水。我有个好朋友，她叫小然，是东航的一名资深空姐，在航空业干了10几年，飞过国内外无数航线，见过各式各样的乘客。作为一名空姐，她的日常工作就是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，可是让她最震撼的，不是某个奇葩旅客的骚操作，而是台湾乘客和大陆乘客之间的巨大反差。她经常跟我吐槽，说每次飞两岸航线，感觉像是从2个世界穿梭而来。台湾乘客的素质之高，让他忍不住想点赞，而大陆某些乘客的不文明行为，真的是刷新他的认知。今天我就带大家听听他的真实经历，看看在飞机上，到底台湾乘客和大陆乘客的表现有什么不同？为什么小然会说台湾乘客的高素质真的让他印象深刻？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然，让他亲自讲述他的所见所闻。以下会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的经历。我是小然，东航的一名资深空姐，在东航飞了10几年。说句实话，见过各种各样的乘客，可以这么说，飞机上就是一个社会百态展示场，各种人的素质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这几年我直飞两岸航班无数次，发现了一个极其鲜明的对比，台湾乘客和大陆乘客的素质真的不是一个量级的。如果你飞过两岸航线，你一定懂我在说什么。台湾乘客就像是文明乘客的天花板，而某些大陆乘客，实在是人类高质量乘客的反面教材。哎，小姐，先生有什么事吗？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飞？还有一个人没有登机，起飞时间都过了4分钟了。他的行李已经到了，可是人还没有到。什么乘客这么不靠谱？哎，现在什么人都有。我们上次遇到一个乘客，飞机飞到一半的时候，让我们把窗子给打开。先生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你把窗户打开，透个气的。欢迎登机。老板，先说说登机的时候，一句话总结就是，台湾人是佛系排队，而大陆人是上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台湾人登机是真的乖，排队的纪律性简直可以去参加阅兵仪式。每次登机，我看到台湾乘客一个个站得整整齐齐，队伍里安安静静，你甚至能听到手表的滴答声。而大陆乘客呢，广播里刚说请商务舱和优先登机旅客登机，你看登机口直接变成春运火车站。有一次我值班的航班飞上海，登机口还没开放呢，大陆乘客已经堵在登机口前面了，队伍不存在的，全是人挤人，个个都想第一个冲进去，就差手脚并用了。有位阿姨还直接把登机牌塞到我脸上，催促小姑娘快点快点，我们着急。阿姨，飞机不会先到的，你先上也是等着。反观台湾航班，大家都是慢悠悠排着队，没人插队，没人催促，甚至还会互相礼让，你先，没关系。我心里想着，天哪，这是什么高端文明乘客啊？
还有一次，我们航班延误，登机时间推迟了10分钟。我刚拿起麦克风准备解释，结果前面一群大爷大妈已经冲上来围住我了。一个阿姨着急地问：空姐，你们飞机是不是故意不让我们登机？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一个大叔插话：我们买票了，就有权利上飞机，你们为什么不让登？大叔，您这么激动，我都怀疑咱们登机口是不是欠您几百万了。相比之下，台湾乘客即使遇到航班延误，最多就是微微叹口气，然后继续低头刷手机，绝对不会大吵大闹，更不会围堵工作人员。有一次我们飞台北，航班延误了1个半小时，我以为乘客们会抱怨，结果他们居然在聊天。哎呀，晚点就晚点嘛，安全第一啦。当时听到这句话，我真的想给台湾乘客集体鞠一躬。再来聊聊行李的摆放，台湾人放行李真的很讲究礼仪和秩序，小心轻放。他们会先观察自己的行李箱尺寸，确认能放进行李架后，再轻轻地把它推进去。如果行李太大，他们会直接问我们：请问可以托运吗？会不会影响到别人？但某些大陆乘客的行李操作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有一次我在航班上看到一位大妈拖着一个比她自己还高的大行李箱，费力的想塞进头顶的行李架，可惜塞不进去，怎么办？她居然直接跪在座位上，把整个身体当杠杆，猛往下按，行李架被她压得吱吱作响。我赶紧过去：阿姨，您的行李架快要受不了了。结果大妈瞪了我一眼：小姑娘，你行李架质量这么差吗？阿姨，行李架是给行李用的，不是给你练举重的啊。更离谱的是，有些乘客实在塞不进去，居然直接打开行李箱，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，往行李架各个角落塞。有一次，一个大叔竟然把他的羽绒服、矿泉水瓶、泡面全塞进不同的行李架空隙里。我提醒他：先生，请把您的物品收好。大叔满脸不屑：空姐，你们行李架这么多空位，不放多浪费。大哥，飞机行李架不是储藏室，您这摆摊式放置，真的让我很难办啊。然后说到飞机起飞以后，台湾乘客是安静有礼，说话也轻声细语，而大陆乘客直接开启飞机 KTV。 台湾乘客坐下后一般都会安静等待起飞，偶尔和身边的人聊几句，也会压低声音。有些台湾乘客甚至会主动问：空姐，耳机可以现在戴吗？怕吵到别人。有一次我飞台北，整个航班的台湾乘客聊天的声音都小得像在图书馆，甚至有人说话前还会先轻咳一声，示意自己要讲话了。有个台湾阿姨甚至轻声问我：不好意思，我可以把座椅稍微往后调一点吗？会不会影响后面的人？阿姨，您的素质让我肃然起敬啊。而大陆航班呢，有些乘客是真的把飞机当 KTV 了。有次飞北京，飞机刚起飞，后排一位大叔掏出手机，直接开外放看电视剧，音量震耳欲聋，什么狂飙、甄嬛传，整个后舱跟电影院似的。我走过去提醒：先生，请您戴耳机，影响到别人了。结果大叔瞪着我：你们飞机上怎么不能看电视剧？规定在哪里？拿给我看。大哥，我们飞机上也没规定不能裸奔，但您敢试试吗？再就是飞机上通常不是有配餐吗？台湾乘客吃东西真的很有分寸，他们通常会自备点心，比如三明治、饼干，吃完了还会收拾干净，递垃圾时还会客气地说：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但大陆乘客呢，真的是行走的吃播。有一次，一个大叔上飞机后，掏出一个巨无霸炸鸡桶，开始大快朵颐，整个机舱里弥漫着浓浓的油炸味，附近的乘客都被熏得直皱眉。我上前提醒：先生，飞机上尽量少吃有强烈气味的食物，
结果大叔理直气壮地回了一句：飞机票这么贵，我不吃回来点本怎么行？大哥，您这是在坐飞机还是在餐厅点自助无限吃啊？还有一次，我看到一个小朋友把泡面汤倒在过道上，结果孩子妈妈说没关系，反正空姐会收拾的。还有一次，飞机落地后，我去收垃圾，座位上掉满了花生壳、果皮，还有吃了一半的鸡爪。感情他们是来飞机上开烧烤摊的吗？到了下飞机的时候，台湾乘客那叫一个淡定从容，等广播通知可以离场后，大家才慢悠悠站起来，绝对不会抢。有一次我飞高雄，飞机落地后，一位台湾阿姨轻声叮嘱旁边的年轻人：慢慢来，不要急，安全最重要。然而换成某些大陆乘客，那画风简直像在比赛短跑。有一次飞机还在滑行，后排的大爷已经噌地站起来，提着行李往前冲，我赶紧制止：先生，请您坐好。结果大爷一脸不屑：小姑娘，我家里人都在等我，我先下不行吗？大爷，飞机不是公交车，不是谁先站起来谁先下啊。说实话，这10几年来，我飞过各种航线，见过各种各样的乘客，但台湾乘客的素质真的一直让我印象深刻。说真的，飞台湾航线，空乘们都觉得特别轻松，反观某些大陆乘客，真的该反思一下了。飞机不是菜市场，不是公交车，不是大排档，请大家高抬贵手，文明出行。最后，希望大陆乘客们也能向台湾乘客学习一点点，哪怕只是会排队、安静、守规矩，我们的飞行环境都会好太多。如果有一天，大陆乘客也能像台湾乘客一样守规矩、讲礼貌，那我们的飞行环境一定会美好太多。听完小然的经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触？欢迎给我留言，一起分享给热爱台湾的观众。最后，别忘了关注和点赞哦！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吧。